笑晕了啊！这比亚迪100多万的高端越野车啊，就这水平，还说要颠覆整个越野圈，打造高端品牌啊，说它是陆地航母，就丢人就丢得大了。这么点的坡呢，估计小面包车努力它也上去了，这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了，都封烟了，还是上不去。怪不得最近比亚迪仰望的消息呢越来越少，估计是负面消息太多，夸了也没人信。而且这个号称颠覆越野的比亚迪却没有报名参加2025年的环塔国际拉力赛估计是看到了赛程，觉得吃不消。这次拉力赛呢，全程跨越4500公里，10大魔鬼赛段，60%的沙漠赛程要跑13天呢。这比亚迪的车要是跑着跑着断轴了，轮子跑掉了，失速了，或者说自燃了，那就成了大笑话。所以干脆就不参加，直接当观众，简称旅游观摩。估计跟去年一样看看这个网友找出来的图片，上面印着 T01， 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是 Top One 第1名，仔细一看，下方写了个旅游观摩，是来看的。号称新能源第1车企这么大的比赛呢，就是来拍照打卡，然后走人。这让一些买了方程豹的车主是怎么想的呀？真的是作风优良打嘴炮的功夫真是一流。豹哥，豹哥，豹爹豹祖宗环塔拉力赛你一定要去我看直播说还没进场呢。兄弟们，环塔即将开赛，身为一个资深豹粉这是我最激动的时候。这把我们云飞总能彻底在战场上跟长城一决高下，再也不用在网上只打嘴炮了，让全国的车友都看看雄鹰展翅的时候到了，也让全国的豹友勇士知道一下，你们这个车不白买。虽然其他车企已经陆续进入场地整备，我方大军还行踪不明，但是我相信我们云飞总一定会带领我们从头赢到脚后跟，我们就不可能不去。2年不到开了31万公里，电池被锁了。我是2023年5月4号买，今年的4月25号充电桩充电的时候，突然给我跳掉了。我充电充了30多度，然后显示100%，车辆已充满，无法充电，被锁电了。那他凭什么锁你的电？电池的厂家告诉我，是在车生产出厂的时候，他就设定了31万公里的这个限制。你这个车是全款，就是名下是你的名字是吧？对，个人的。我花钱买车，凭什么要锁我的电？从25号到现在，我已经等今天第19天了，到现在还没人来给我做检测。闻所未闻这就说明什么呢？电池厂心里虚，他认为这个电池开到30多万公里的时候，他觉得可能会存在风险，所以他就给锁了。估计呢，他就要做一番检查之后才会给去锁。这个可能是很多品牌上以后会面临的问题，提前设定好到31万公里，啪就不让用了。这个是锁电的，锁电对，显示100%了，但是那个充电桩只有84%，这个就是它有时候搞到30%开始掉零。这个也是跑了30多万公里了，将近40万了，最高电压可以达到 4.2， 但是现在普遍是 3.8 3.9 都上不去了，这个是锁电的。锁电，对。第二个就是掉电的话，就是压差过大，压差已经 0.134 伏了，就等于134毫伏。那我们的压差的正常范围值不能大于50毫伏，就等于说不能大于 0.05 伏，所以这个就压差就是有点大。可以问一下那个二手的，看看能出到多少钱？如果是1万来块钱的话，我就再修一下再搞；如果是可以出到卖个2万多块钱的，我就把它卖了。经过2天考虑，客户还是选择静电维修电芯。那经过我们的检查，发现电芯压差过大，最终我们是更换电芯来恢复这个车的续航，只需要小几千块钱就可以帮客户维修好。很多人对新能源电池包都有一个误解，认为它一旦坏了就要花几万甚至10几万去维修。其实新能源电池包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维修的，维修价格并不高。这位新的修理工也不怕被比亚迪给提溜进去了。上次龙哥的500万警告呢，官司还在打。关于电车的锁电，基本是全行业的骚操作主打的就是为了你的安全。因为车企他也没想到有的车主那么能跑31万公里本来就是一个快消品，6年到了就准备报废的一个很高科技的产品，设计的好好的，硬是被某些车主跑出了 BUG，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打了3针有点迷糊。就想说下这个新能源电车到底是属于谁的？
车主掏了钱买了你家的车呢，行驶本、大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字？车主头天买的车，第二天呢推沟里，或者说一把火给点了，或者说跑黑车啊，围着地球转5圈，那都是车主的自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即便说从后台检测到客户的电池有问题啊，你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去提醒车主啊，你的车可能电池存在问题，请尽快返厂维修，而不是直接锁啊。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全世界的车企啊，有这么多召回的，哪个召回不是提前需要备案，然后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发挂号信的，以各种方式呢通知客户去做召回活动。哪怕是一个 OTA 升级啊，客户是不是也可以去自由的去升级呢？或者说不去升？当然了，偷偷摸摸的升级呢，这个不算，这个是暗指比亚迪啊。你通知客户了，电池有问题，客户没有去修啊，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啊。出了事儿呢，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已经做到了提醒的义务啊，而不是用到了一定的里程数，然后就开始限制啊，直接把客户的电池锁上10%或者20%啊，电池也属于客户的，这就是一种耍流氓的行为。你要不就是在卖车的时候啊，你跟车主说清楚，我们这个电池啊，将在不确定的时间可能会给你锁电，你要不要考虑购买呢？你觉得客户还会买吗？还会买你家的车吗？你又不敢说啊，你直接做啊。有人说跑的里程数那么大，油钱肯定省下了不少啊。说这些的，你就是连自己正当的法律权益的意识都没有，你就别买车了。你拿着钱啊，直接给车企专注就可以了，给强烈的新能源发展啊添砖加瓦啊。有很多车企这么做，说到底呢，就是对自己的技术呢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呀，就应该跟油车一样，你爱跑多少就跑多少。技术不行，还整天遥遥领先的割韭菜，还有人为这些自私的行为呢找合理性，这就怪不得车企呢整天的忽悠人，一套一套的，那还真有人信呢。这船多次倒闭，已经半死不活的哪吒汽车啊，怕是要迎来大结局了。目前呢，已经被申请破产，而账户余额呢，仅剩454元，累计被执行金额高达1.4亿啊！40多万车主这下要彻底死心了。之前还有侥幸的心理，期待哪吒能翻盘啊。有媒体就去采访了一下现在的哪吒汽车。真没想到，还是比较突然的。张勇下台 ，CEO 突然下台了之后，我才觉得，好像变天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大家对于哪吒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摆烂中呢，又有点期盼。新能源车贬值太快了，第3次买车还是回到传统品牌上面去吧，至少稳定一点，再怎么样也能兜一波，兜得住。前2天还被供应商申请破产，再次将躺进 ICU 的哪吒推上了热搜。那从去年开始啊，哪吒汽车接连陷入了经营困境，工厂停摆，经销商撤店，供应商集体催债。作为资深新势力车企之一的哪吒汽车啊，目前的销量基盘至少达到了30万家。那这也意味着，如果哪吒汽车彻底宣告倒下，至少有超过30万的哪吒车主啊，将面临无人兜底售后，成为绝版车主的局面。那在这场危机背后啊，哪吒车主们其实也在等待着最后的宣判。懂车帝啊，在近日联系到了一位广东地区的哪吒车主，这位车主啊，于2023年4月购入了哪吒汽车。那对于哪吒汽车的产品啊，他非常认可。但从去年原哪吒汽车 CEO 张勇下课之后啊，他开始意识到哪吒变天了。这位车主告诉我们，尽管自己所在地区的部分哪吒 4S 店仍然在正常经营，但从去年开始啊，车主群里越来越多的车主反映啊，当地的 4S 店开始撤店，那部分的质保价从免费变为自费，甚至不少地区存在零配件等待期长的问题。4S 店就是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之后撤店了蛮多的，广东地区没问题，和之前的一个区别就是无非就是一个是免费，一个需要自费。但是据我了解，全国大部分的一些车友是会面临到一些小的零配件的比较久的一个等待期。这位车主表示啊，面对这场生存危机，不少身边的车主们都表示希望哪吒汽车能给车主一个明确的交代。那值得注意的是，从哪吒汽车被爆出陷入经营困境之后，虽然以前 CEO 张勇为代表的一些高层啊曾表示在积极自救，但从车主的角度来看，并没有看到哪吒官方的
态度。他的自救行为其实我没有看到太多啊，还是不够积极的响应市场。我希望还是他无论是好是坏，他可以直接的跟我们车主明说，对不对？是重新拉投资啊，还是破产重组啊？你得给我们一个信号出来，不是让我们去猜。这个车主解释称如前不久哪吒汽车 App 大面积出现了网络异常的情况，车主无法使用远程操控等功能。那这一问题也被不少人与哪吒汽车倒闭等关联上，但官方没有回应，引发了车主们的焦虑和猜测。有什么事儿，官方呢也没有几个人正儿八经的给站出来去表态，我们看不到他在做什么，能了解到的都是一些小道消息或者一些经销商放的烟雾弹，也不知道真假。这一点对我们车主的伤害其实蛮大的。那无论哪吒汽车能否自救成功，对于车主而言，还是希望能够有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的售后保障。有人接手之后把我们的售后质保给接过去，因为我们电车嘛，最重要还是电池，电池是最贵的。我希望这个电池的后续的管理保障是要有的。那其实回看哪吒汽车的来时路从曾经的销量冠军到突然暴雷倒下，这其中有决策者的失误，也有市场机遇的影响。那正如前述的这位车主所说对于几十万的哪吒车主而言，现在他们焦急等待的可能只是一个大家已经心知肚明的最终结果而已了。那可以确定的是，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还没有结束大洗牌之前，这样的情况也都有可能发生在现存的任意一个品牌身上。毕竟潮水退去之后，才会知道谁在裸泳。在墙内买车还是要小心一点，曾经也是销量第一的品牌不过呢，小米应该不会昨天雷军罕见的出来演讲了，对于3月底的车祸呢，做了一个新的回应。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把这一切呢都击碎了。我们呢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质疑、批评和指责。我和同事们一样，一下子呢都懵了。一位熟悉汽车行业的朋友告诉我，造车遭遇交通事故呢在所难免，但是呢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事故的影响如此之大，对我们小米的打击也如此之大。回想4年前我们决定造车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担心安全问题，所以我们对于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无比的重视。经过汽车团队这么多同事们3、4年的努力，我们苏汽在上市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觉得质量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我们在参与的所有的权威机构的评测里面，我们都拿到了最高分。这是一个内部的演讲，为5月底的发布会做准备。但是说来说去这个3月底的事故原因还是没杀出来，这都1个多月了，硬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哪怕是呢现阶段的进展都没有，感觉这次要不了了之了。对小米来说应该有很大的伤害。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呢，你再公布一次调查细节的话，估计伤害就更大了。那么这只能冷处理了。现实情况是随着小米的销量一路走高，已经拿下了4月份单一车型的销量冠军了，枪打出头鸟，就遭到了其他车企的攻击了。中国有句老话，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如今看来放在小米身上再贴切不过了。未来的李总在行业的大会上大声说道，我虽然致敬了宝马、奔驰、奥迪，致敬了保时捷，但是我没有抄袭无独有偶，小鹏的何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道，我不喜欢的一点就是一些企业看到商业化的价值之后，就去大量挖人，用3倍的工资挖人，这样的好处就是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但坏处是让这个社会不想再创新了，都是先模仿再超越。小米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吧，这就开始急不可耐了，装都不装了吗？曾经一起合影的那份谄媚荡然无存，勾肩搭背一起家电的兄弟情谊一转眼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不禁感叹，人类纵使经历1000年的沧海桑田，文明更替，从衣不蔽体到衣冠楚楚，唯有人性亘古不变，与数千年的山顶洞人一般无二，
春风得意时，身边全是锦上添花的好兄弟，天然的分享着你的慷慨，你的友情。你稍有低谷，同样是他们率众推墙。因为了解，所以出口出手更迅猛，更决绝。你强大时，春风般带你的；你虚弱时，寒风般伤你的。自始至终都是那一群人。想当年比亚迪的那句在一起才是中国汽车，犹在耳畔。可现实是，在利益的面前，这些伪光正的口号不堪一击。试问这些年车企之间背地里互挖墙角的勾当干的还少吗？都心照不宣，大可一笑了之，非要站出来用这种落井下石的方式来标榜自己，无异于是50步笑100步，贻笑大方罢。而老板的格局往往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那么未来的路还能走多远，不得而知。大家能看到的是，高端的商战也是如此的朴实无华，如此的厚颜无耻。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工作一样，从身边到整个互联网，形形色色的人整日间前后不一，墙头草般左右摇摆，充斥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与虚情假意。所以记住，别看辉煌时谁敬的酒，只看落难时谁伸的手。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主播今天刷到了这个新闻，想起来家里还有几年前买的茶包，就是这个茶包，之前买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拆开看一看，今天刷到视频说商家往里面掺木掺土，还有掺石头的，其实还没拆的时候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了。因为这款茶包的产地就是新闻里的那个地方，等我拆开看的时候就知道预感对了，里面的好像是石头。不信邪，再拆几包看一看。完蛋了，家人们，好像都是碎石头。产品配料里说的那些基本都没有，想着会不会是我不认识的，再仔细看一看，密码的，这就是石头。这个还是主播22年图方便买的，25年了才给我刷到。